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是不是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想我了？那本来我是在上一个视频我就说我要变成一个日更博主，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报完驾校了，然后就可以去练车、考试，准备买车、提车等等等一系列的视频就可以来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5月份我们这边疫情又严重了，就吉林省的，然后又没有能考驾照，现在我连科目一还没考，已经6月份了，科目一还没考。说实话，我也有点慌张。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月就会开始考驾照了啊！废话不多说，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我们的摩旅计划已经提上了日程。那第一个好消息就是说我已经订车了，对，你没听错，我已经订车了。那我这一次订的车，它是一个3万块钱到5万块钱之间的一辆车，这个区间范围可能选择车还是有点多啊。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我订的是什么车。然后如果你要是有我的微信的话，千万别私信问我是什么车，因为我不会跟你们说的啊，就是任何人也都不会说。大家可以在弹幕上猜，也可以在评论上面猜啊。然后这个车的话，等我去提车的时候，然后给大家公布出来。然后车定下来之后，接下来就是驾照的问题。那驾照的话，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可能6月份我就可以开始考试了，至少可以开始考试了。那本来的话，我是在我们县里面报的名，大家看了，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县整个考试都没有，所以我又去县里把我的学费退了，然后又去我们市里面开始考。我们市里面是从6月1号。才开始有的考试计划，但是我报名是6月1号去报的，所以可能得下周才能排上我吧。然后今天是6月1号，我们这边疫情还是需要戴口罩，然后门口进来是需要排队的。现在我是在我们这边的交管所，然后先来办了一下核档，因为之前我是在大连考的驾照，然后现在要在本地征驾，所以得先办驾驶证核档。现在我的核档就办完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我的驾驶证的副本上盖2个戳就完事儿了，还挺快的，就等它时间有点长。然后现在我们这儿，如果你要是上牌的话，必须得打电话预约，然后才能到这儿排队上牌，要不然不好使。然后现在最主要的事儿就是说，我得去驾校，然后把我之前的钱退了。然后我去退款的话，我最开始给我们教练打电话，我说退款，教练说好，那行，我给你退。教练，我是那个考摩托车那个，咱这边什么时候能考呀？现在还没有呢，还没有信儿是吧？对呀。那啥，教练，那啥，我这考驾照挺着急的，你把钱退我呗。啊？我说你把钱退我呗。那钱不是在那哪，在那财务交的钱吗？是吧？不是，我就直接把钱给你了。多少钱？550。那我交到财务去了。你就直接微信转给我呗，因为我看咱这儿再等我也等不起了，我不行我就去市里边考吧。市里边也没考，跟咱这是一样的。市里要考的话，跟咱这是同样开始考。那我就问一下子，问一下领导怎么事，怎么个退法啊？行，那好了，麻烦你了，教练啊。说实话，我没想到，就还是挺痛快就给我退了。我本来以为他还想再跟我磨叽，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然后他就让我去了，结果去了到那里之后，我要那个退款。上楼上找赵校长，完了之后找表完找高校长签字。上楼上几楼啊？2楼。在哪屋啊？贵州这个。行。哎，那我问一下赵校长在哪屋啊？这个。没人呢。不是，那赵校长没在呀。那我就不知道了。二楼校长那始终不在，好像还在。One eternity later。现在我从我们驾校出来了，完了之后，他说先让我登个记，然后我刚刚打电话嘛，然后这个人签字，那个人签字，什么退款有流程有秩序，怎么事儿的啊。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退给我，反正现在先登记了。他又让我找财务，找完财务又找校长，反正就感觉他们这个态度就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可能就，怎么也得2个月才能给我退回来啊。但是就是今天是6月6号，6月6号还挺顺的一个日子啊。他们给我打电话说我已经可以去取钱了，虽然不能说钱不多，我觉得500块钱还是挺多的。然后我去我们市里面报名的话，也是找了一个
比较靠谱的驾校，然后摩托车3轮的话是600块钱，只贵了50块钱。说实话，就因为考驾照这个事儿，我差点都想要去飞到什么湖北十堰那个地方了，因为那个地方好像1周就可以拿到驾照，就特别快，而且价格不是特别贵。但是到那儿有需要办暂住证等，哎呀，还是有一些麻烦。然后期间我也考虑过去辽宁省考，因为我们这离辽宁省也挺近的，但就是暂住证，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费劲。然后没办法，所以只能先蹲在这个省内考，而且目前也开放了，整体来说还是挺好的。然后第3件事是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就是借设备，又到了借设备这个环节啊，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摩旅提上日程了。我觉得最晚的话7月多也就可以走了。如果驾照下来，我提了车练些日子就准备出发。借设备主要就是有2个设备需要借啊。那第一个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把手里闲置的 GoPro 7以上的 GoPro 设备借给我，就 GoPro 7、GoPro 8，就借给我。如果你有闲置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借给我，然后你直接私信我 B 站账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加微信啊，然后你再把这个帮我邮过来。然后除了 GoPro 7、GoPro 8的话，我还需要一台无人机。那这台无人机的话，希望最好可以是新出的 Mavic Air 2，或者是 Mavic 2 Pro， 或者是 Zoom 都可以。最好是你的电池是3块的那个。然后这一次的话，因为我本来是打算就是说买一个新的无人机，但是我不再想买 Air 系列了，因为我觉得可能画质还稍微差一点。然后我想要把我的就是整体的这个视频给大家带给的这个体验啊，再提升这么一个档次，所以我本来是打算换 Mavic 3最好的那个版本，但是 Mavic 3今年还没发布。那你说，你居然有钱换 Mavic 3，为什么不先买一台 Mavic 2过渡？其实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想买 Mavic 3也只是说我想等它出来，然后立刻赶一个24期分期，然后再买，因为我最近到了很多快递，因为你换了一个交通工具，然后你就需要买很多东西去准备一个新的交通工具，然后这时候就花了很多钱，对。然后说实话，我家里这2天全是快递，因为6月1号是有活动的嘛，开始购物。其实我家现在非常乱了，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就非常非常的乱。然后除了我买的一些快递，还有一些厂商寄来的快递，然后也是赞助我们这次摩旅的。但是我整体的投入的话，可能这个人民币上还是远远不够，所以可能会跟大家借一些设备。然后除了说借这些设备的话，我希望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保证啊，因为之前都没给过，所以有的人还是很担心。就比如说，如果你借给我一台 GoPro 7的话，比如说啊，因为骑摩托车危险系数还挺大的，我给你摔坏了，那我希望的话就是说我在买一台2手的 GoPro 赔给你，或者是说我直接就是目前就是闲鱼上的就是均价的那个2手的相机就那台相机的机器啊，然后把钱补给你。对，就如果就是坏了的话，但是正常磨损的话就算大家借给我了，好吧。然后比如说你是无人机，打个嗝不好意思啊。比如说你是无人机的话，那比如说无人机就彻底炸机了，炸什么云台都什么坏了，对，这样的话情况下我就赔给你钱，或者是买一个2手的赔给你。对，我只能做到这样的保证，也算是我最大的能力了，好吧，就是这样。然后再跟大家说第4件事，就是我把车卖了。那我把车卖了，我本来是想要录视频的，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卖的比较突然，我上午还在开我的车，然后就领我奶去看一下她的腿，然后看的时候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卖，然后说看完之后就立刻就一下午就完事儿就卖了。那卖的价格比预想中稍微低一些，但也还算能接受，然后就卖了。因为我在家基本上就不开了嘛，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开，然后所以就觉得闲置就不如早出手嘛，就出给有需要的人。然后这一段时间的话没更新视频，那我像之前说的，我在剪头条上的视频，就在剪短视频。那除了这点之外，就是我在锻炼身体，然后争取可以让自己身体达到一个可以相对来说健康一点的状态，到高原也不会特别难受。然后除了锻炼身体的话，就是也算是这一段时间给自己就比较放松的一段时间，让自己就是稍微精神上缓和一下。因为
之前发视频嘛，就比如说我们这次的飞度新象行，尤其是老观众最开始来看飞度新象行的话，大家都会说，你的这个飞度新象行，哎呀，不好看，哎呀，就总感觉不好，怎么样的，对，就不如骑行视频好看，怎么样。然后你知道一个人特别辛苦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特别辛苦去做一些事情嘛，然后得到的反馈并不是那么好，就会心态上稍微有点炸裂，知道吧？然后好在是后来的一些视频又让大家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可以接受这个视频，然后有一些积极的反馈，然后也算是就缓解了一下我的压力，然后这段时间就完全的属于锻炼身体加上这个精神上的放松，算是给自己一个小假也算是，然后跟大家联系的比较少，也没开过直播，然后平时互动也少一点，对，这方面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我打算是从提车的视频开始，然后给大家恢复正常的更新，然后一些骑车的日常，然后再打包出发。那可能有很多人就会问说，哎，你之前不是有过 GoPro 的赞助吗？那为什么这一次不找 GoPro 赞助？因为这一次 GoPro 我本来是打算就是提车之前才跟这个 GoPro 的运营说我要去摩旅，然后让他们帮忙赞助，但是前些天我在联系他们的时候，他们那个对接 B 站这方面的运营的一个小姐姐离职了，对，然后就也没找到新的联系方式，然后这个赞助就还没有。然后关于 DJI 的赞助，疯狂找，疯狂发邮箱，疯狂微博私信，然后 B 站私信，然后各种渠道管身边的人要，对，也拉不到，也找不到他们相关负责人，所以只能求助于大家，对，所以就是这样。然后今天的视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争取早日提车，争取早日考到驾照，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闲置的设备借给我，然后先在这里表示一下感谢谢谢各位感觉不是很真诚反正其实我还是就是真的还是很真诚的，但只是说起来感觉没有那么真诚。OK， 那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